我再试看它的降档，3000转降，哇哦，速度快到，哇哦，踩到完了 ，kick down 也按下去了。哇，它的换挡很有那个冲劲诶，哦 ，Sync for the Wheels 给不到这种感觉。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我升隔壁这辆 Toyota Corolla Sport， 没错，你没看错，这辆车是在马来西亚没有卖新车的，在马来西亚有卖一个 Corolla RT Sedan 啊，但是这一辆比较不同，是不是？它也不是 GR Corolla， 我之前有试驾过的 GR Corolla， 你们还没看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去观看。它就是一个普通家用版的 Corolla， 可是它却少了一个尾巴的。那么这辆车是 Japan Spec 啦，在日本那边它有卖3种款式，有 Touring， 众所知的 Wagon， 有 Sedan， 然后这辆就是 Hatchback， 但是他们不叫 Corolla Hatchback， 他们叫做 Corolla Sport 的。本期视频现在非常感谢高颖，你好，他专做 Direct Import 或者卖这一个 Recon 车的。那其实你们公司有现货吗？现在有哦。偷偷问一下，这款车哦，现在大概卖什么价钱？大概130到150钱，便宜有诶，之前我看到160、170，哇，但是现在看回来130到150之间，可以考虑一下嘞。在马来西亚，你想找到这种 Sport Hatchback 了，你可以找到 Mazda 3，可是 Mazda 3要等可能半年，可是新车啦。但是如果你可以接受蛮新的二手车，你可以考虑一下 Corolla Sport。担心的话呢，你还可以找高颖，他们可以帮你在日本竞标或者是筛选一些更好的 spec。这辆车是有分 High Spec 和 Low Spec， 都是有 Toyota Safety Sense， 只是轮圈不同啊，灯不同啊等等。但是有些在日本上面也改了一些好料在上面的哦，可能日本 rim 啦，可能是一些 body kit 啊等等的。想找你去看车或者是购买车嘞，你可以 follow IG，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但是不要叫他半夜起床尿尿啦。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话不多说 ，Let's go。它的竞争对手是 Mazda 3 ，Civic 呢也是有出 Hatchback 嘛 ，FL1， 可是那辆车哦，我跟你说 import 到来200多件，我就不值得去买啦。这辆车我觉得130到150之间，真的是比 Mazda 6新车还便宜耶。当然你也是可以买到二手的 Mazda 3。你问我哪一个好看啊？两个都很好看。Mazda 的设计会比较简洁，还有斯斯文文。Corolla Sport 会比较凶猛一点。这辆车有 TNGA-C， 前面是麦花臣，后面是 Double Wishbone 的设置。Mazda 3呢，后面就是一个 Torsion Beam， 可是 Mazda 3的这个操控也不赖哦。变速箱的话 ，Mazda 3只有在马来西亚售卖这 6AT。Corolla Sport 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你要 Manual 或者 Auto， 价钱也是差不多的。6MT 跟一个 CVT 的无段变速箱。那这一辆车今天在我前面的是一个 CVT 无段变速箱，可是Toyota叫做 Direct Shift， 起步的时候呢，它会使用一个变速箱来做起步，所以呢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吧。这是它的钥匙哦，是非常轻的。如果你比起 Honda 的钥匙的话 ，Honda 一路来的钥匙会比较厚重一点，Toyota比较轻的啊，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轮胎用这2254
2540R18，这个应该是日本那边已经配置上来的吧。Dunlop 的 SB Sport Max， 后面有刹车卡钳，都是原装 rim 18寸的。如果 low spec 是多少寸啊，高伟16，所以 handling 会比较差一点，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改 rim 嘛，是不是？无可否认，这一套原装的 rim 是真的很好看的，前面大概也是3根手指，我觉得很高，改一个 adjustable 下去应该是更帅哈。所谓一低遮三丑嘛，也是一样2540R18寸的，前面有一个 single port 的刹车卡钳，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很 standard 的，然后有 Toyota Safety Sense， 也就是说 ACC 跟车啦，自动刹车都有啦。这个手把呢，跟本地版的 Corolla Altis 呢，它是用着同一个的，你看这样子开的哈，像 Camry 这样子的。打开门之后呢，Side Mirror 会自动打开。这辆车的配置呢，就是有红色的皮革配红色的裁缝啊，这一个都是软质塑胶，摸上去都质感蛮不错的。如果你有看我之前 Corolla Altis 的影片的话，你都知道它的内饰呢都是相似的，只是说它有多了一些红色的缝线。Corolla Sport 呢，它会给上跟 GR Yaris 还有 GR Corolla 相同款式的 bucket seat， 可是它只有红色，边上是 leather， 旁边这里所谓的 suede。其实坐进来这里的跟 Corolla Altis 呢是一模一样啦 ，push start 在这边。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没有错啊，然后这里有自动头灯，我们打开，还有前雾灯。没有一件小三下，可能是这边要开关啦。这一副真的是一模一样啦哈。这个唱机我就不讲太多，日规版的，这个还有英文字诶，算不错啦，这样子哈。但是它有分大 screen 或者小 screen， 但是一样有 Apple CarPlay， 但是可是它不像马来西亚有电视机那种，你看它这里至少好看诶，没有很阳春的感觉，有红色的皮革哈，很好看，还有 wireless charging 放在很里面这边。OK， 它就可以进行的无线充电了。座椅还有加热，因为它是日规版哦，他们有冬天，他们需要。这里有 Auto Start Stop Off， 还有 Driving Mode， 驾驶模式有分为 Sport、Normal 还有 Eco Mode， 然后这里有挡挂。有手动模式，还可以用换挡拨片，所以这辆车呢，它有时速的模拟 CVT， 就好像之前我驾的 Vios GR Sport 一样，电子手刹 Auto Hold， 只要你挂到 D 档了之后呢，它会自动解除它的手刹，挂在 P 了之后呢，它就会挂上它的自动手刹的。这有2个置杯架，还有一个中央扶手，可以调整前后，还有红色缝线哦。这里还有 Auto Dim Rearview Mirror 哦，内饰灯，这里就很像Altis的，只是说它的顶上这边全部都是黑色哈，就看得比较运动化一点哈。我觉得这张椅子真的是值得哈，很漂亮。腰部支撑的话，可以电动调整前后或者是上下，都是用手动调整的。这里有防滑系统关闭、自动远光灯，还有头灯调节高度 ETC， 还有打开引擎盖，这里打开油盖。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 Corolla Altis 的一些内饰 walk around 啦。后面这里就是因为 hatchback 的关系，上下车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可能后座空间也比较小一点点的。印象中上下它好像比我之前上的 Mazda 3还来的更容易吧。看到这里有一个置杯架的，这张椅子真的好看。后座没有冷气出风口，可是有个洞可以放东西。这里有一个中央扶手，还有2个置杯架的，至少它的角度不像 Civic 这样会跌下来哦。的手可以左右对称的，有 ISOFIX 还可以做椅背倾倒，60分离的。这个尾灯是跟 GR Corolla 很相似，真的。整体的造型来讲非常好看。它的后面呢，就像什么呢？这里斜下来了，屁股大个，有一点像 hamster 的屁股啊。你们可以留言在下面，你们觉得 Corolla Sport 好看还是 Mazda 3好看？这边有的 push for。哦，备胎，所有的工具都在这边。这里有一个洞啊，比较深一点，可以放东西。尾箱空间比较小啦，你还是不能拿 Myvi 来比啊。Myvi 真的是一流一级棒，可能在它的尾箱空间会比较吃亏一点点，但是好看。那你买起这种车的话呢，你应该都不太介意吧？我来看一下它的排气管有没有。有哦，一边在下面 ，LED 头灯、LED 尾灯，连它的 signal 灯都是 LED 的，可以打95是吗？这边可以，小小的尾翼哦，干干净净。你会看到它的 logo 啦，已经不是Toyota的哈，也不是改上去的，这个是原厂标配，它是一个 C 的 logo， 它是 Corolla 独有的一个标志，就好像今天你买 Harrier 还有它的这个老鹰的标志，你买 Vellfire 或者 Alpha 它的自己的标志是吧 ？Corolla 也是有了，我觉得相当高级漂亮，不晓得是不是有 sensor 在里面的，因为它是平面的，感觉上是有啦。有的，因为它的那个 adaptive 应该是 free crash 的日本限定版哦。如果像拿 Australia spec、英国 spec， 它是普通的 Toyota logo。
1.2公升的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你可以看到在 CHR 上面呢，它也是有用的这一副的1.2公升，可以产生115匹马力，还有185个牛顿米的，够不够它用呢？等一下我们试驾就知道了哈。配搭这一副 Direction CVT 的5段变速箱，它跑 Watercool 哦，以前是跑风了的，就是跑湿了。这辆车是一个原装车，最喜欢就是什么呢？原装车。那话不多说，我们上路去试驾 ，Let's go。OK， 我们上路试驾了。你看自动解除，好驾吗？告诉你这一代的Corolla Sport， 然后它不是 Altis 哦。驾我觉得非常好，但是不要 expect 太多 power 了。你的那款也是1.2 Turbo 是吧？手牙后可是手牙。我觉得手牙的乐趣真的是好很多，但是如果你讲动力的话，我觉得 CVT 不会差到太多，因为它一直保持在它的高转上面。可是如果你讲起步，你有没有明显感觉到它有一个变速箱在一个牙？我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得到进入那个好像 manual 模式的话，就比较有感觉了。我就起步的时候感觉到了啦。对。所以等下我可以 try 一下，看前面，哇，它的悬吊很扎实，很舒服嘞。我很少做到 Toyota 会有这样的这种设置，它其实开得像 Toyota Altis 这样子，可是它就比较偏硬朗一点点，因为它是 Sport， you know，as you know。然后，哇，我这种感觉不再像以前的 Toyota， 你会觉得你驾 Vios 啊，像那种底盘硬软趴趴这样子，那个 TNGA 系的底盘非常扎实，加上它的那个 suspension， 它的那个悬挂的避震器呢是比较扎实那一种的，不像乒乓两下你的感觉它会断掉哈，而且它的这个噪音控制到非常的棒，连它的胎噪也是不会算很大啦。1.2 Turbo 哦，你每次换机油的时候啊，是大概需要多少钱啊？4 liter 就 OK。1.2 Turbo 也是蛮多的机油一下哦。这种车你买回来的话，你会遇到什么问题这样子吗？暂时没有问题。已经用了差不多2年，都是普通 service。东西容易找吗 ？suspension 或者 engine 的零件是很容易的啦，只是如果那意外就需要另外 order。就好像它的 bumper 跟这边Toyota Altis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是要等哦。开这种车的话，你要小心开灯啊那些方面啊，真的是你很少可以找到 aftermarket 哦。就在中国上面也是有卖这款车，可是它就没有 hatchback， 没有 hatchback， 它也是跑1.2的，只是代号不一样哈。这个好像是一个8什么了啊？它要8 TVS 什么鬼的哈？什么 FTS？ 对不起，8NRU。但是我会在 subtitle 那边打下来，你们自己看，因为它的代号真的是太复杂了。我现在放normal试一下。哇，它的降档速度真的快，你看，你注意看它转速。哇，这个 CVT 的感觉根本在 Altis 那副又不一样了哦。我可以跟你讲，以前的 Altis 或者是 Vios 还用的那个 Super CVT 哦，我都觉得它的降档跟它升档都很快，而且它很扎实，它绑定的非常紧。可是来到这个感觉更加 sport 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哇，我有没有错觉？我在加这 DCT 哦，没那么试一下。我对这个 CVT 有改观诶，Toyota 10 speed mode 哦，我一直换挡换不停啊。你看它每一档进哦，就是好像 DCT 这样，然后而且它的这个 RPM 是没有 free play 的。我把我的油门松开，我再踩，你看它 RPM 是没有上没有下。我现在踩完了哦，我再放，我再踩，哇哦，它不会有那种松动的感觉，很紧，感觉到。现在是10号了哦 ，OK， 所以我现在行驶着100 km/h， 大概是2000转。如果我放在低目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当它的 manual mode 解除了之后呢，它的这个RPM 又再跌下来了，大概你看1500转。可是如果你讲它的车很有力，刚刚我踩完那我没有 feel 到它有 turbo kick in 的感觉，它就像好像一个 NA 车刚，是吧？可能我没有放在 pedal 还有一个格子。哦，还有一个 kick down button 啊，马来西亚的才用这个普通的 Super CVT 7个 speed 吧，没有 direct shift 哦。可是这个 direct shift 我感觉到真的是很不一样，非常棒。OK， 当我踩到完有一个 button 按下去，哦，是咯。如果你讲很有力，是真的
没有啦，到那边。我觉得它跟1.8公升那个动力差不多嘞，就是在只是换算回来其实是差不多一样，只是说1.2 Turbo 的这个 Road Tax 哦，55块，55块而已哦，真的是便宜啊！挂到 Sport Mode， 所以我用美诺 Mode， 我再试看它的降档，3000转降，哇哦，速度快到，哇哦，它的不能降了，已经是1档了。给我试一看它的美诺 Mode 起步啊，是不是会感觉到它有一个真的是一个档在这边？有哦，分别感觉不是很大，但是你会感觉到就是一个档位咯，好像一个有 torque converter 的 AT 的感觉咯。试一个0到100，踩到完了 ，kick down 也按下去了。哇，它的换挡很有那个冲劲诶，哦，幸福的 Vios 给不到这种感觉。车身很稳定哎，我现在的时速多少？140过这个弯完全没有问题，有没有？很稳定，车轻又少。OK， 很多人把 DCVT 呢误解了，把它吹得很强。其实跟你讲 ，DCVT 跟 Direct CVT 是完全两码事，因为它 DCVT 呢，它会把一个档位放在最后面，就是行驶高速的时候去用，所以很多人以为它很棒很棒。哎，讲真的，它是有一个科技在那边啊，可是你不能把它吹上天。可是如果你以它的层次感、它的 level 啊，它的制造成本呢会比 DCVT 来的更高。它把它的那个档位放在前面，而且它整个调教、它的牙箱的绑定很紧凑。我跟你讲，所以你去看回我之前Toyota Vios或者是Altiva那些影片哦，我也是有做类似这样的这个测试，就是把那个档位锁着用 Manual Mode， 它的绑定哦完全不一样的。那个车 Vios 啊，我比如说我在用这2档，我松开油门，它就把那个转速跌下来，好像有一个进档啊感觉。但是我又再重新踩油门回来的话，它的这个 RPM 又再跟你升到一个5-6千，很奇怪的感觉。它根本就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设置嘛，它没有像模拟到像 AT 一样，反正这种 Direct Shift 就是我靠，无端端踩把刹车什么鬼？Direct Shift 又让我改观了。我自认 Artist 的他们的 Super CVT 已经是很棒了，可是这个更加棒啊！真的，Turbo 就是 Turbo， 它4000转以下的话，你看它的那个动力推着你上，它不会很暴力，它真的是很 smooth， 你感觉到几乎啦是没有涡轮增压这样。可是，在3000转的时候，它弥补了在低转没有力的状况。你加 NA 的话，你就要很可惜拉到一个4500转，哇，这个Dunlop轮胎真的是够吵。可是，如果真的是轮胎太糟，那个轮胎再好一点的话，我觉得会轻轻松松肉。它没有像 NA 1.8这样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不用拉高转，大概4000转已经很够用了。可是如果当你踩到完那刹那的话，可能会你的要求高的话，你会觉得这辆车没有什么动力啊。可是说 OK 的，哎，你要想哦，你再给一个55块的 Road Tax， 你不要求到好像给一个300多块 Road Tax 2.0 Turbo 这样的动力好不好？如果你讲拿 Civic Turbo 1.5 Turbo 那个来比的话，这是没有得比啦，那个真的很有力啦。可是如果你讲 CVT 来讲，这辆的 CVT 真的是棒。如果把这一套 CVT 放在 Honda Civic FC 或者 FE 的话呢，哇，会飞天哦！很喜欢这个 CVT， 那个体验感真的是不一样。我讲不出这种感受，真的是你们会驾车人哦，你们才会用心去体验。不是说会驾车啦，应该是说爱驾车的人，不好意思。如果你单纯想要买一辆车代步啊，你根本是没有会想到去体验一下它的这个 CVT 的操作是怎么样。每一个厂家都有他自己的性格，没有错。可是就是那种驾驶的乐趣还有体验哦。你看我这辆车让我印象真的是非常深刻，它就好像一个 AT 一样，不是 AT 啊 ，DCT 啊。那个降档没有 lagging 的，直接按就来了，而且一降就降个500转。哇哦！
ACC 跟车哦，这个。Lane Assist 要先开。哦，要开连 Keep Assist。然后它会有那种会帮你慢慢自动开一点。塞车会比较明显啊 ，Highway 的话。现在会吗？还没有。现在才。现在开了哈，我 set 在100 km/h。我把那个跟车距离放在最远后，它。等一下，然后后面有一个车来，我先让这个 BMW 各先。OK， 好，我回到来这边了。OK， 现在是跟车距离放在应该是最远的最远的，它有3个，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所以你看我的手是没有放在方向盘上面的，它应该也是跟 Corolla Altis 一样 stop and go 上。stop 了要按那个。没有，它是塞车的话，它也是会跟着人家停下来是吗？啊，对，会。它会叫我把手放在方向盘上面的。跟着车前面的速度咯，可是这一套哦，真的不能完全拿 Vios 那套来比，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是有走 radar sensor 的，而且顺很多。如果你在 Vios 上面的哦，它是用 camera 的话哦，它在转弯的话，它就看不到前面的车了，它就会猛踩油门，对吧？然后你看这一靠 safety sense 的话，你看不会的，它完全就侦测到前方多远有什么车，它顺真的很顺。它不会一下子跟你踩大油门去到最前面，哎呀有车了，再跟你做刹车。而且 radar sensor 的好处就是在这种阳光比较猛烈，等一下，我要做一个刹车先，我怕。OK，so 按 rest。OK， 所以这个好处就是它在这种阳光强烈的下面哦 ，camera 是很难看得到的，所以 radar sensor 就是很精准、很准确。哎，前面有什么东西？真的很顺哎。哇，跟 Vios 的很大分别。那天我叫 Vios 的话，就是有而已咯，有哦，踩，它就会不舒服了，说到那个出烟。哇哦，那是啥事呀？什么问题啊？这样多烟的？哎，那些车为什么？哇哦，你干嘛烧机油啊 ，bro？ 哦，你看人家真慢慢的踩油，还有跟着慢慢踩油。哦，这个塞车很好用哎，我觉得。塞车的话，它会跟着摆，真的是完全跟着摆，因为 high speed 它顾虑到安全，它就叫你把手放上去。对咯，那种急弯的话，它不会帮你摆动了，这种小弯还 OK。很多人讲啊，新的 Vios 的 ASA 或者是那个Pro Duo 那套 ASA 啊，他们很难把那个车摆在中间，而且得到 safety sense 的话是可以的，当然也不是，它也是会左一下右一下啦，可是它没有这么严重，至少还会 keep 在链中间。我在这个斜坡都毫无压力哦，2000转就够用了。试一下过这个弯，哇 ，oops。我们下个影片呢，冲上云霄再见，好吧？记得多多点个赞哦。这辆车不容易见哦，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们可以直接问高颖啦，不要问我啊，因为我是没有做买卖车的。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车我要买这个车怎么样？其实 contact 已经给你了，你们可以，哇哦，可以吓到我一下，370Z 好 ，OK 好啦，那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哈，下个影片再见，非常感谢高颖。谢谢你。我没有锁门哦。它没有 auto lock。哦，这样子很多日系车都没有给 auto lock 所以你还是要上车自己按哦哈，要习惯啦。好了，各位好，影片就到此结束啊。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